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牆觀察，我是美玲。張耀霞、劉振立落馬的消息呢，在網絡上引發了輿論的海嘯，人們在密切關注着中共政壇的一舉一動。那麼就在這個最敏感的時間節點上呢，中共央視發布的一段影片，其中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台詞，讓人猜測中共黨內有人在以這種春秋筆法為張耀霞等一眾人喊冤叫屈。在中共央視25號的辛弃疾上中，出現了辛弃疾和他部下的兩段對話。一道金字牌是他們要斷了我飛虎軍的根基啊，屬下不甘心。當年岳將軍岳飛就是被這12道金牌困住了手腳，哼哼哼，想不到我如今我也能得到如此的殊榮。飛虎軍不能沒有任何人，卻不能沒有您呢。您聽聽這兩段對話，在張耀霞、劉振立被抓餘波未息之際呢，儼然是替張耀霞、劉振立和他們的軍中部屬說出了心聲，一股激憤的情緒撲面而來。辛棄疾除了是南宋的著名的詞人呢，還是著名的將領，他的這一特殊的身份更讓人聯想起今天發生的事情。12道金牌是當時的宋朝皇帝宋高宗趙括的所下，他一日連發12道金牌，迫使岳飞即刻班師。最終岳飛在1141年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忠臣被昏君所殺的故事，流傳千載，家喻戶曉。明代李東陽曾有題為《金字牌》的名篇，金字牌從天來，將軍凍哭班師回，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邊陲，憂既已復無疆懷。仇虜合，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皆晚矣。中共央視25號的這個節目呢，實質上是向觀眾講述一個昏君的故事。那麼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呢，中共央視既不是普通的新聞媒體，也不是影視公司，它是中共宣傳機器，有着極其嚴苛的所謂的宣傳紀律。每一個節目呢，甚至是每一句話都要經過審查。因此呢，這個節目裡暗藏的信息呢，絕不能用巧合來一筆帶過。客觀上來說呢，把張耀霞無論是比作辛棄疾或者是岳飛，既不符合事實，也沒有任何的可比性。但是呢，中共央視的這一節目裡的台詞，卻很容易引發軍隊裡和社會上張劉支持者的心聲，甚至呢，會促使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節目的最後呢，引用了古籍中的兩句話。說據《宋史》記載，公元1181年，辛棄疾因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被核罷官。用錢如泥沙呢，就是所謂的貪腐的問題。實際上呢，辛棄疾在史書裡的罪狀一共有3句話，說他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閻王殿。旦夕望端坐閻王殿指的是所謂的不臣之心。您說說，這節目播放的是不是正是時候呢？而這個節目呢，既罵昏君又同情被罷官的將軍，簡直就是差點點名習近平與張耀霞了。這就說明呢，習近平拿下張耀霞、劉振立，將中共中央軍委成員幾乎是抓捕殆盡，在中共黨內引發了強烈的反彈。這個節目的背後散發出的就是強烈的不滿的情緒。現在呢，一個證據顯示，習近平與張耀霞早就開始交手了。而就在張耀霞被抓的前幾天，我們發現了習近平的防彈衣。長久以來，習近平的防彈衣就是一個熱門的話題。至少是從2016年開始，外界就發現，習近平無論是在哪兒，不管是中南海開會，還是在各地的視察，經常穿着一件帶拉鏈的深藍色的防風外套。香港一位的時裝設計師鄭達志當時就分析說了，習近平在公開場合穿外套，就是為了掩飾裡面的防彈衣。他說呢，其的夾克看起來很寬大，我認為是內藏一件防彈衣。習極少沒拉上拉鏈，就是這個原因了。2021年，習近平的防彈衣話題呢，再度引發了外界的熱議。他是7月21號到西藏林芝考察，當地的氣溫呢，這個時候是12到22攝氏度，白天呢陽光燦爛，紫外線強烈。西藏7月的氣候是非常舒適和溫和的，然而呢，習近平卻穿上了冬天的大衣。看着新華社當時發的照片呢，在場官員們一個個的穿的都是襯衣夹克，只有習近平穿着臃腫，衣服寬大，
既不符合季節，也不合體。我们來對比一下習近平和他身邊的劉鶴。當時呢，劉鶴是69歲，頭髮都幾乎都白了，他比習近平還年長1歲。那麼即便是這樣呢，人家劉鶴也僅僅是夾克襯衣，完全不需要和習近平一樣穿這麼一件棉襖。估計呢，這些官員裡心裡也得罵：你穿這個樣，你是讓我們跟還是不跟呢？要是跟你也穿這麼一件棉衣，誰能受得了呢？結果大家都穿正常的衣服，一下子就把習近平給凸顯了出來。下面這張圖呢，就更加明顯了。習近平舉着話筒講話，他周圍的老百姓或者說是群眾演員，不止一位女士穿着裙子，這就說明當時氣候宜人。而這也對比出了習近平衣着就更加顯得滑稽了。2024年，中共黨魁在會見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時呢，在中共央視播出的現場畫面當中呢，出現了詭異的一幕。現場畫面顯示，當中共黨魁講完話以後呢，他身體後仰，面帶得意的微笑，看向烏茲別克斯坦的總統。這時呢，他上衣的左側西裝下露出了一道黑色的衣角。很顯然呢，他的西裝和白襯衣之間還有另外的一件黑色衣服。而這個鏡頭呢，轉瞬即逝，但應該是這件神秘衣服的首次曝光。2025年的3月，中共兩會期間，習近平參加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審議，在中共官方發布的照片當中呢，他的西裝下再次出現以黑色的衣角，形似馬甲。網絡上呢有消息說張幼霞是16號被抓的，然而呢，就在16號當天，習近平再一次露出了神秘的黑色衣角。最關鍵的是呀，中共的新聞聯播把所有的這個衣服的畫面全部都切掉了，這就更讓人感覺欲蓋彌彰。16號，習近平會見加國的總理卡尼，中共央視一個1分多鐘的視頻露出了馬腳。請看習近平左側西裝下面，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黑色衣角。從他折出的這個衣角來看呢，讓人感覺這個衣服材料有一定硬度。但是後來在卡尼講話的時候呢，習近平的西裝敞開得更大了，但是這個時候黑色衣角已經神秘消失，顯然是被習近平遮住了西裝下方。那麼可能會有朋友產生疑問了，習近平這究竟是不是防彈衣呢？那麼如果是防彈衣的話，它為什麼看上去這麼薄呢？為什麼和一件普通的衣服沒有什麼兩樣？帶着這些疑問，我們在網絡上查閱了大量資料，不查不要緊，一查才發現，防彈衣早已不像是電影裡的那些款式。不用說習近平了，即便是一些保鏢，他們身上防彈衣也可以完全隱藏在西裝之下，不但從外界看不出來，而且呢，可以抵擋刀刺和槍擊。請大家看9年前的一個視頻，介紹了哥倫比亞的一種防彈衣。視頻裡描述介紹說呢，哥倫比亞紡織商格爾卡瓦列羅的目標呢，就是制造出那種在街頭行走時完全不顯山不漏水的防彈服裝。它的客戶群不僅涵蓋了企業家和保鏢，甚至呢還包括瑞士的銀行家。而他面對鏡頭所展示的，就是在他的服裝廠以大約是20公分的距離對演示者開槍。他的左輪手槍開火之後呢，可以清楚看到演示者衣服出現了跳動感，但是呢，演示者沒有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隨後，他打開衣服，向鏡頭展示自己的身體，可以看到他身體既沒有出血，也沒有骨折，甚至好像是看不到什麼明顯的變化。估計大家看到這一幕，也會和我一樣的吃驚。原來9年前就已經能達到這一步了。但是呢，不要着急，咱們說了，這還是9年前。讓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場面，您就會更加的吃驚。咱們先來看一個畫面，只見了一個彪形大漢拿着一把尖刀對着展示者就是一頓猛刺。看他那個力度呢，這不用說是匕首，就是一根木棍，人的胸膛也受不了了。但是展示者面對鏡頭，就這樣張開雙臂，完全用胸膛承受着雨點般的攻擊。很明顯的，他之所以敢於這樣幹，就是因為他的襯衣下面就是一層薄薄的防彈衣。不過呢，你能從外面看出什麼來嗎？什麼也看不出來。由此可見，他的防彈衣已經能達到了密宗的程度。視頻當中呢，這個防彈衣不但可以防護刀刺，還能夠承受棍棒的襲擊。這個視頻的點讚人數達到了驚人的108萬。
人們在評論區裡紛紛地調侃說，如果你討厭老闆，那絕对是職業生涯中的最爽的一個工作日。那麼還有人引用了一句，你應該衝着腦袋打。這個防弹衣的效果是不是已經讓很多朋友感到震驚了？但是您看，當這個防弹衣穿在外面時呢，還非常的明顯，與習近平那個神秘的黑色衣角看上去還是不大一樣。下面這個視頻呢，播放量已經達到了2000多萬人次。裡面展示的防彈衣不但可以承受多個型號的子彈，而且還可以像普通衣服一樣進行裁剪。看上去呢，它與普通衣料在外觀上是一模一樣的。這個視頻的標題就叫做“在現實生活中制作一套極速追殺級別的防彈西裝”。當主角穿上這套防彈西裝時呢，我們從外觀上看不出有任何的異樣。現在一切都在與習近平身上的這個黑色衣角接近。長話短說，博主將這個防彈衣材料制成黑色馬甲，與一件普通款式的防彈衣擺在一起，準備進行槍擊測試。在看到這裡的時候呢，您發現沒有？有這個黑色的馬甲已經與習近平身上的那套非常接近，但是呢，他的這件衣服從來沒有公開露出過，只有在非常不注意的情況之下才露出他神秘的一角。測試開始了，博主先模仿電影《極速追殺》中的鏡頭，以手槍開始向2件防彈衣開槍，子彈在這件防彈衣馬甲上產生猛烈衝擊。然而呢，驚人一幕出現了。這看似薄薄的衣服，竟然完全能夠抵擋得住子彈的衝擊。飛速的子彈完全無法把它穿透，只在它表面上留下一個小小的破洞。當博主揭開馬甲時呢，可以看到它與普通馬甲在厚度上看不出有多大區別。子彈穿過馬甲的外側布料呢，最終鑲嵌在馬甲之上，化為扁扁的一塊。接下來呢，博主用不同的槍機來進行測試，對兩側防彈衣的效果進行對比。你猜怎麼着？最終博主用冲锋槍對兩側進行射擊後發現，普通防護服已經阻擋不了這種槍彈，但是外表與普通衣服无礙的防彈西裝呢，竟然依然能夠起到防護的作用。看上去現在防彈衣已經是非常先進了。然而習近平忘了一個問題，正如網友們所說的，防彈衣可防不了頭呀。對於真正的狙擊手來說，這件防彈衣什麼也不是。更重要的是，歷史上哪一個暴君沒逃過天意的懲罰？在如火山噴發般的怒火面前，這些暴君什麼也不是。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點燃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紅牆觀察，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